今天我们又拿到了最新的红魔11 Pro 系列，每次我们搬出红魔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性能最顶的手机来了啊，这一代的811 Gen 5也不例外。这一次的红魔11 Pro 系列换用最新处理器的同时呢，也有一些好玩的更新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上手体验一下这个两台机器红魔11 Pro 和11 Pro Plus 吧，看一下它们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，然后用压力最恐怖的转译 PC 游戏来狠狠压榨一下这一代的这个815啊。其实你看外观就能看出来，这一代红魔最大的变化了，就是这台11 Pro Plus 的中间这里做了一个大圆环，里面你看不停的有液体在流动，这就是红魔在这一次的这个 Pro Plus 上引入的水冷散热。它实际上是在手机里埋了一个水道，充满了氟化液的冷却液，然后用压电陶瓷微泵来驱动冷却液流经整个机身，是不是感觉看着还挺酷炫的呢？当然它起到的作用和我们熟悉的 PC 水冷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。这个其实是更像 VC 均热板一点，就是通过液体流动把热量均匀的分摊到整个机身表面上。按照红魔官方的讲法，引入这个水冷可以带来2度左右的降温。应该说它的展现形式还是相当有意思的，甚至刻意在水道里留了一些气泡，这样你就能真的看到液体流动了。感觉从屏下摄像头到风扇，再到纯平背板，再到这一代的液冷均热，红魔总是喜欢做一点这种实用的噱头出来啊，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同时，又能够确实的帮到游戏体验。那说到风扇，这一代的 Pro 和 Pro Plus 也还是继续搭载有贯穿式风道的主动散热，并且风道做了一点升级，终于支持 IP_8 的防水了，算是补足之前的遗憾了。回到正面，还是大家熟悉的屏下摄像头加大直屏，不过这一次 Pro 和 Pro Plus 的屏幕都升级为了京东方的 X10 基材6.85英寸2668×1216的144赫兹屏幕，并且有了一个史诗级的升级，就是终于换用了新思的触控 IC， 希望这可以改善之前被大家诟病已久的断触和延迟问题。我们在后续的零售机大横屏里也会给大家测测看啊。除了屏幕触控之外这一代红魔11 Pro 还有个升级，就是把电池进一步加大到了8000毫安时。红魔向来都在电池容量上给的比较慷慨，这一次更是率先把8000毫安时电池引入到了旗舰机当中，搭配80瓦快充。而11 Pro Plus 由于要塞下液冷模块，还有80瓦的无线充电，所以就给了7500毫安时的电池，搭配120瓦的有线快充。我们实际测了一下红魔11 Pro 的续航，这台媒体机在我们的5G 续航3.5榜单里干出了13小时29分钟的成绩，至少媒体机是登顶了我们的续航榜单。实际零售机的续航表现，就请期待一下我们新一代的续航大横屏，好吧？言归正传，这游戏手机一定要能干嘛呢？就一定要能玩游戏，对吧？不过传统手游对于红魔这种级别的机器来说，早已没有什么压力了。而如果要对比能效的话，用媒体机其实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啊。不如我们就等后面自己买零售机来对比手游好了。那今天我们就先拿手上的这一台红魔11 Pro Plus 来整一个狠活啊！大家也都知道啊，这一代815最大的提升反而是在高功耗段的极限性能上。那有什么东西能够榨干手机极限性能的呢？当然就是转译 PC 游戏了。其实我们上半年就已经在红魔10S Pro 上玩过了黑神话悟空了，尽管帧数谈不上多好看，但居然也能够跑得动，也是非常牛逼了。如今半年过去了，这815也已经上市一段时间，其实它的这个 GPU 驱动已经针对转译 PC 游戏做了一些优化了，再加上815的极限性能要比8E更强，那么在散热背夹和破坏神模式拉满的情况下，玩 PC 游戏能不能更流畅呢？我们今天就来压榨一下红魔11 Pro 上的这一颗815好了。那目前815的驱动已经可以对 DX12 游戏提供非常有限的支持了，但是玩起来的流畅度还是远不如有开源驱动的8:3平台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尝试的呢还是各种 DX11的游戏，这倒是能够完全发挥出815的实力。有些游戏的表现比以前强了非常多，比如战神4，我们实测在1600×720分辨率、低特效、50% FSR 的设定下，红魔11 Pro 可以干到40多帧，甚至有些场景可以跑到50帧以上，非常的流畅。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图形 bug。2年前玩战神4的手机还只能跑一个个位数帧率，现在已经非常能玩了。不过815的红魔并不是无脑开个破坏神模式就完事了实际上815拉满的功耗是过于逆天了 ，POP 封装又导不出热，瞬间节温太高了，以至于哪怕上了散热背夹，手机的散热都是坚持不了多久的，开着破坏神一样降频。那这种情况下 ，CPU、GPU 全拉满，反而会互相抢功耗、抢散热，影响性能。想要 PC 游戏跑出最好的帧率，就得每个游戏细调。像是战神4里我们就把 GPU 限制在了967兆，给 CPU 多让一点功耗，这样
跑下来才是最流畅的。整机功耗大概在16瓦左右，看起来这个压力还不算最大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大魔王端上来好了。黑神话悟空上半年刚挑战过一次，这次再来815能够征服黑猴吗？我们试试看啊。刚进游戏的时候卡顿还是非常多的，有大量着色器转移的工作啊。不过玩着玩着帧数就慢慢稳定下来了。这个好像还行啊。我们现在跑在1600x720低画质50% NXSR， 还是在村口这里，我们基本上是可以跑到30帧左右的样子，有的时候会掉下30帧到20几帧啊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流畅度比起上半年8亿上测的是好了很多啦。来，我们再找银狐打一架看看。我感觉这个战斗明显要比上一次顺滑一些了。虽然也只能说非常勉强能玩，这个小卡顿还是一直都有的。但我们这一趟初次挑战就成功击败了银狐。应该说这个20几帧跟之前的10几帧比，那已经是质的飞跃了。815玩黑猴，我们给的调教策略和战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因为黑猴这么低分辨率，815还是 GPU 瓶颈，所以我们特意就把 CPU 降频到了2.7、2.1G， 这样才能让 GPU 持续的跑在满血性能上，帧率才是最高的。既然黑猴都能玩，那其他的虚幻五游戏自然就不在话下了。比如今年新出的神作33号远征队，这游戏在 PC 上同样是压力不小啊。但我们试下来，815还是可以带动的，而且帧率不低啊！还是这个1600x720中低画质50% FSR， 在地图里瞎转悠，我们可以跑到40多帧，只要过了一开始转移着色器的阶段，就比较流畅了。战斗的时候也可以跑到30多帧，完全可玩啊。那由于33号远征队里我们的 CPU 和 GPU 是完全放开跑了，所以这个功耗也是创下了新高啊，甚至一度来到了整机18瓦以上，相当酸爽。这还是在 CPU 有明显降频的情况下跑出来的。但是没办法，要想把温度压得更低，就只能上液氮了。其实如果我们要求定的低一点，比如降低画质啊，或者是锁30帧呢，倒是可以在不介入散热的情况下运行的啊。包括玩一些稍微不那么大型的游戏，比如前一阵出的空轨重置版，我们把 GPU 锁在726兆，也还是可以比较顺利运行的，帧数也是非常流畅。我觉得以目前815的性能，玩这些 PC 大作追求6帧算是挑战极限了。但是放低点要求，跑30帧，至少红魔这种散热比较好的手机还是可以不用背夹跑到的。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一次的红魔11 Pro 和 Pro Plus 是什么感想？我就觉得红魔还真的是一家挺有意思的厂商。他们在游戏手机这一条非常独特、已经没有几个竞品的赛道上，还在一直卷一些神奇的技术。从屏下摄像头到风扇，到纯平背板，再到这一次的液冷均热，其中有能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的酷炫玩意儿，也有真的管用的一些小创新啊！但是我确实也一直能够从红魔机上看到明显的这种尝试差异化、尝试探索的影子。在手机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，这个精神是挺值得学习的啊！那这次的2台红魔新机，大家觉得卖多少钱最合适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上手体验的全部内容了，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也别忘了关注频道极宽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